蓝忘机抚着他的背，任由他扭来扭去，闻言又轻轻地了一声，接着就听到魏无羡又唤了一声蓝湛，他便又跟着应一声，没有一丝一毫的不耐烦。如此一唤一答往复几遍，魏无羡才安静了下来。蓝忘机静静地抱着他等了一会儿，就听到那人闷闷的拖得长长的声音传来：“蓝二哥哥，我想死你了。”说着，又从他怀里爬起来，将下巴搁到蓝忘机的肩上，双手紧紧地抱着他的腰，接着说道：“特别想，想得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蓝湛，你想不想我？”明明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回答，他偏偏就是问了出来，然后果然不出所料的听到蓝忘机说了一声想，魏无羡便无声的笑起来，将身子稍微与他分开了些距离，又故作惆怅的低声道：“怎么办呀，蓝湛，我都抱着你了，还是觉得非常的想你。”声音放得极低，那语气里却分明全是笑意。蓝忘机看他一眼，收拢双臂便低头凑了过去，两人吻得激烈缠绵，唇齿抵死纠缠，一时间室内只听得到两人又急又重地喘息声。魏无羡身子软得不行，亲着吻着就又躺回了床上。等到两人终于分开，魏无羡本就只是松松系了个结的中衣更是彻底散乱开来，此刻仰躺在床上，面色潮红，呼吸紊乱，合着被弄得凌乱不堪的被褥，活像是刚被狠狠欺负了一番时候的样子。闹腾了这么久，外面的天色已经彻底暗了下来，各种嘈杂的声音也已经散去。魏无羡没骨头似的窝在蓝忘机怀里，终于想起要问些正事：“蓝湛，你什么时候来的？”“昨日清晨。”“你怎么敢那么急呀？我睡了2天。”魏无羡先是叹了一下蓝湛来得太快，接着又对自己睡了2天很是惊讶。“不急，医师言过于劳累，需休息。”魏无羡笑了笑，拉起他的手放到自己小腹上说：“蓝湛，上回我问你，你还说不想，可是这个小东西都在我肚子里长出牙了，你说这下怎么办？”本来以为蓝忘机会像刚才一样马上给出答复，可魏无羡等了一会儿也没听到任何声音，抬眼一望，然后他就惊了。蓝忘机脸上的表情可以说是非常的复杂了，复杂的让简直无法分辨到底掺了些什么。再想想这个人是蓝忘机，魏无羡就更觉得震惊了，心想这个小东西可真是厉害，才一丁点大就能让他这个泰山蹦于前而面不改色的父亲露出这样的精彩神情。可他看来看去，愣是没从蓝忘机脸上看出一点开心的样子。虽然知道蓝忘机不太可能不要这孩子，他还是有点紧张了，在蓝忘机怀里坐正了，问道：“蓝湛，你不会真不想要他吧？”“魏婴，只要你好，难得的。”蓝忘机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甚至说话都有些不顺畅了。魏无羡又盯着他看了几眼，突然就明白了，不再纠结这个话题，说了声想吃东西，便让蓝忘机便出去取了。见蓝忘机走了出去，魏无羡才笑出了声，低头看着小腹说：“怎么办呢？我们吓到你父亲了，看样子好像还吓得不轻。”可就算蓝忘机被吓成哪样，也暂时没时间让魏无羡好好轰他了，因为那晚的邪祟还没有彻底解决。那天晚上蓝思追他们上山后发现事情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急急忙忙布了个阵让山上的东西无法下山，却还是让几个小鬼趁他们不注意跑了出来，就一边追一边想要回来找魏无羡说明情况。可魏无羡突然当着一群人的面昏了过去，吓坏了一众小辈。知道魏无羡身体状况的蓝思追更是跟着脸色煞白，僵硬地看着在场的众人将魏无羡抬回房间，诊脉熬药，他都失了魂一样的跟进跟出，一句话也不说。蓝景一见一向比他成熟稳重的人突然成了这个样子，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只是当时已经够乱了，他难得的没有像以往那么着急，而是冷静了下来，仔细询问到底还出了什么事。毕竟还是个孩子，蓝思追担心害怕的不行，又对自己没有留下来跟着魏无羡自责不已，一下子就说了。然后本来听了大夫的话刚刚放了点心的蓝家小辈们立马就淡定不了了，一颗心又被高高的提了起来，大夫说的话都不管用了。想来以往闯的祸和被罚抄了无数遍的家规还是有点作用的，最后还是难得还算清醒的蓝景一去给远在云深不知处的蓝忘机传了信。很有经验的他还默默做好了再次抄家规的心理准备，一边照看魏无羡，一边安抚乱了阵脚的同辈。山上没解决完的邪祟也就这样不了了之。
魏无羡睡着的这2日，蓝忘机带来的弟子去山上探查了一番，结合着蓝家小辈提供的情况，判断出这邪物是魅的一种，善模仿，好惑人，山林意气所生，为人害者，本应是人面兽身4足，不知什么机缘巧合变成了现在这般模样。知道了这东西大概的来历，就要着手开始解决了。只是蓝忘机此次无甚耐心，甚至可以说得上急躁。所有人知道他心情不好的原因，都自觉加快了速度。